11月29日晚上的国际消息，第一条，央视首度曝光轰6轰炸机突破第一岛链并全程巡航，遭遇外机挑衅时强硬回击。11月29日，央视爆料首次披露轰6轰炸机巡航详情，这一波战略威慑力度直接拉满，前出第一岛链并非空谈，整个过程硬核无比，令人热血澎湃。从公开画面来看，早在2015年轰6首次突破岛链时，轰6K 双机编队刚抵达巴士海峡，就遭到2架外机逼近挑衅，外机公然亮出导弹，一副随时要开火的架势。然而，我方机组人员镇定自若，一边拍照留存证据，一边通过无线电强硬警告，始终保持既定航向，完成了1000多公里的创纪录巡航，让第一岛链的封锁失去作用。此外，画面显示，轰6编队挂载了长剑20巡航导弹，还有多型歼击机协同护航，外层警戒与内层导弹配合，构建起双层防御网。当外军侦察机靠近时，歼115直接近距离伴飞，护送其离开。轰6作战半径达3500公里，覆盖关键区域，彻底粉碎了台岛东部战略纵深的幻想。更厉害的是，该进行轰6具备空中受油能力，还能加挂远程导弹。它参与中俄联合巡航，直抵日本海，空中受油后，航程大幅增加，可执行远程跨区域巡航任务，实现全域无死角威慑。从西太平洋到日本海，从单机突破到编队协同，真正达成了战略威慑的全域延伸。第二条，亲子鉴定98%非亲生，官方劝民众慎测，心理脆弱者难承受。近日，乌干达爆出一则令人三观尽毁的消息，一场亲子鉴定狂潮正以惊人之势席卷当地。相关数据表明，多达98%的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并非亲生。如此骇人的比例，迫使乌干达官方不得不站出来提醒民众，倘若心理不够强大，切勿贸然进行亲子鉴定，否则很可能无法承受这一结果所带来的巨大冲击。第三条，加勒比海局势持续升温，美军增加攻击机部署。11月28日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6架 AP-8B 钥匙攻击机在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的军事基地降落。据了解 ，AP-8B 钥匙攻击机主要用于低空对地攻击。当天，还有多架美军直升机和运输机在该基地密集活动。近期，美国军方高层密集造访加勒比地区，增加了外界对于美国可能军事打击委内瑞拉的担忧。第四条，当地时间11月29日，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通报称，当天凌晨，俄军对基辅市的袭击，截至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，13人受伤。基辅的防空警报仍在持续。